既然来了，为什么要撤？是他！大家快跑，往不同方向跑！血海棠花开。根本逃不走，他是在戏弄我。这不关他们的事。你既没有杀他们，证明你的目标是我。放了他们！柳大夫，师傅，这位就是柳大夫。我今日心情好，你若自己过来，我可以放了他们。堂堂风流殿之主，竟然说话不算数！我与唐雷慈不同，说话向来算数。花谢7日之后，毒性散去，他们自会醒来。不过，你知道我？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刘烨。钟师姐，钟师姐，钟师姐，钟妹，钟妹，钟女侠，都看仔细点。吴兄，先前啊，这里起了古怪的浓雾，大雁不愿意靠近。我门下弟子说，有人从雁上远远的看见钟女侠带着人，就是朝这个方向来了。吴兄，于兄，于兄，江门主，于兄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们到现在都没找到钟妹，我怕她出事了。你先莫急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我们分头找。好，走。大家四散，慢慢寻找，看仔细一点。钟师姐，跟我来这边。钟妹，钟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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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钟妹，钟妹，钟妹，不是，钟妹，钟妹。有拖拽的痕迹，应该是风流殿把他们拖到这儿来的。钟妹，武兄，武兄，钟妹，这里没有钟妹啊！你先别急，江门主，你看这个。哎，别碰，应该是蛊。带回去，交给唐公子辨认。是刘烨，刘烨擅长用蛊。这么说，钟姑娘可能是被刘烨抓走了。唐公子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先让搜查队伍撤回。那我们怎么救回钟姑娘？刘岩只带走钟姑娘一人，是为了做人质，一时不会伤她性命。刘烨用蛊精准，中了血海棠的弟子醒来需要7日，若是强行唤醒，他们就会没命。这是刘烨下的战术。什么意思？以命换命，7日是期限，7日之内救不出钟姑娘，弟子活，他死。没错，7天，就是我给他们下的战书。小红不明白，尊主为何还要给他们7天？主动进攻，时机就在他们手中。但若是下了战书，定下了期限，人就会紧张，会害怕，会拖延。生死大事要拖到最后才做决定，战机会回到我们手中。7日，足够他们吵得天翻地覆。原来如此，
不管他们最后决定救或是不救，唐丽慈想要的团结局面都会被踏破。剑会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他们内部不安定，没有利益连结，空谈正义。这样的联盟，我们要从他们的意见分析开始，从内部土崩瓦解。3天了，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你杀了我吧！这次是真心的吗？我并不想杀你。本座特意设计把你抓来，让你轻而易举的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想想看，堂堂正道第一女侠钟春伎，中原剑会邵延平的爱徒，因为自私和莽撞，拖着所有人一起送死，落得千夫所指的骂名，多么精彩的一场戏！不，你不会得逞的。罗师傅一定能看破你的阴谋，他不会。不会什么？不会来救你吗？那不是更可悲了吗？钟姑娘，你果然是邵剑主的爱徒，很清楚你师父。中原剑会必然会进攻秀玉牡丹楼，但准备充分的进攻，与为了钟姑娘你而进行的贸然进攻，可是大大不同。邵延平他很聪明，用你一个人的命换中原剑会不受大损失，他太划算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你价值不够。唐丽慈深涉周地楼血案，邵延平却可以对他法外开恩，甚至封为剑会客尊，而你呢？善丰堂堂主女侠钟春伎，这一切都是他给你的赏赐，没有一样真正的属于你自己。所以你拼了命都要维护他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太弱小了。如果你觉得我毫无价值，那你何必多费口舌，杀了我便是。我在为你鸣不平。你为剑会做了这么多，让他们为你牺牲一次都不行。我钟春伎何德何能，配得上尊主你这样的怪物可怜？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呢？否则怎么会自作主张，自投入网？本尊也有，可是本尊已将她坦然释放，而钟姑娘你还在粉饰太平。钟姑娘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？该哭的时候就哭，该笑的时候就笑，害怕的时候就要害怕，而等你想要的时候，就该伸手去拿。不着急，还有4日。钟姑娘若是想死，也不差这4日，对不对？如果这4日你没死，我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份让你抛开邵延平徒弟的身份，依旧让人无法轻视你的大礼。你可以赌一赌。老三，打是肯定要打的，但是现在打就正入陷阱了。既然都要打了，早打晚打不都打了？要我说，还是怪那个丫头片子自作主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怪钟姑娘？大家先不要吵，慢慢讨论嘛。
再说了，那钟姑娘的命就不是命了。还有4天时间，投票也还来得及，对不对？吵了3天，有定论吗？少监主、唐克尊，你们来了。3日了，3日的等待，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。春儿被抓，普珠先生失踪，还有秀玉牡丹楼的地图，这都说明风流殿已布好局，只待我们落入陷阱。钟春姬是我的爱徒，但中原剑会所有人的性命同样珍贵，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冒险，所以，我决定暂缓进攻牡丹楼。少监主，当我们思考如何才能不落入流眼陷阱中时，其实早就掉进他的陷阱中了。流眼，他就是要你我两难，要我们这不就罢了？争论不休，你还在怪钟姑娘？从而4分5裂。唐某自诩天下第一，越是看上去难以两全之事，唐某偏偏越是要两全。我不仅要打秀玉牡丹楼，我还要救出钟姑娘。唐丽丝，现在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。莫要意气用事啊，唐公子。这不是逞英雄，也不是意气用事。少监主，既然决定要打风流殿，那若是因为原本的计划被打乱，就陷入拖延，那拖得越久，剑会内部的不安与怀疑就会越深。他们能抓住我们1次机会，就定然可以抓住第2次机会。此乃其一，其二，钟姑娘是少监主的弟子。少监主担心，让大家涉险去救她，会连累其他弟子。可大家若反过来想想呢？钟姑娘也是剑会的弟子，是剑会的中坚力量。少监主若连自己的弟子都不救，那么在剑会其他弟子眼中，他又会是个如何冷血无情的领袖？至于其三，纵使流眼布下天罗地网，不管剑会出动与否，唐某都会与唐某的伙伴前往秀玉牡丹楼，救出钟姑娘，因为她也是我们的伙伴。我等愿意同往。唐公子，多谢。我不行了，这小娘们命真硬，没把她打死，我先被累死了。有劳东公主。恭喜你啊，钟姑娘！尊主让我给你送礼来了。
各位，此番进攻秀玉牡丹楼，定然会困难重重，大家务必各守其位，听令行事。行动从北面水路起，重点倚靠江老所员，负责全局观察预警。少剑主、于代城主，你们率豹营为头阵先锋，破敌清障；程岛主、古少侠，你们率玄武营稳步前行，留意四周。六大剑主镇守后方，防止偷袭，各队保持跟进，欲阻即远。阿丽，你总想证明自己无所不能，对吧？突然出现了瘴气，发出信号，北面有瘴气扩散，各船队紧密跟进，警惕埋伏。水营传信，有毒瘴向我们靠近。吩咐下去，众弟子开始服药。是。唐狐狸到底有没有骗我？我这任务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怎么总觉得他在干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呢？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转天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意乾坤。这样，我再给你一个任务。好。他为什么在这里？还在替一个小孩办事？大家小心，我们已经进入埋骨林了。这是什么花呀？这是以毒水培育的庆国莲。于代城主，让船队小心戒备，切莫落水。这是什么？莲花里藏了噬人骨。戒备！宝器铜钱双太阿，龙光在土射银河。无物已散，列阵探索。发射信号，
东面有抚翠、梅花艺术和狂澜无形驻守。纵三列，抚翠，2个人魁在埋果林东面。传信后方船队，2路分进，我与豹营继续前行。6大建主随玄武营从东侧登陆，迎击抚翠所部，拖住他兵力。前方水路被断了。我来。风流殿与剑会两败俱伤，他作为一阙阴阳，如何坐收渔利？于代城主，我们现在深入敌境，专心一点。尊主，唐丽慈他们已经过了闸门，即将登陆。这便是请君入瓮。刘烨离开碧山阁了。江门主他们遭遇了99连弩。刘烨离开碧山阁了，是去6大建主那边。少建主，你率弟子截击刘烨，唐某单独行动。是。他为什么要一个人行动？一会儿大家跟紧点，打起12分精神。我一个人去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一个人去做什么？当然是去救人。我怕你有去无回。于代城主，这一路上机关无数。你若不怕你手下的人来送死，尽管跟着来。剑王城弟子听令，你们速去少建主方向增援。是。
太阿剑风行草野。红渠蜻蜓方一多，鬼笑猿啼垂女萝。在下清禅。在下小红，特来为尊主迎宾。姑娘，只怕你不够资格阻拦本剑主。哼！杀！少剑主果真本事，可若太阿剑被封住，你还能那么危险？就凭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就想封住太阿剑？封住太阿剑便想取胜？姑娘还真看不起中原剑会的剑主。少剑主。剑王城一别，甚是想念。走路跟散步似的，他到底是不是来救人的？我跟唐公子走了那么久，也没遇到什么危险，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你不会以为我们毫发无伤，是因为我和风流殿串通好了？刘演擅长蛊毒，这里的花草树木和我们方才在湖面上看到的沁骨莲一样，看似无害。实则却暗藏剧毒，毒草之性虽劣，但可知；而人心之变，则如深渊莫测。我已打掉许多毒花，只是你没察觉而已。不过毒气尚在，我劝你最好再服一枚解毒丸。差点忘了，你会一血阴阳的邪门功法，根本不需要。是少剑主，终于来了。唐公子的意思是我们以正迎敌，以奇制胜。刘演会就范吗？他敢主动下战书，说明他有万全的准备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以为一切按他的计划进行。一群白痴，真的来送死啊！沈郎浑身法迅捷，加上6大剑主，可以对付梅花易数和狂澜无形。程岛主和古稀檀刚好可以克制抚翠。除魔未到，就在今日。杀！这样，刘演手下的高手就只剩下红姑娘和清禅、花无言，还有白素车。你的计划是？我与刘演势均力敌，他要避免与我鏖战，必然会以钟姑娘为饵，将我引开，再借机使用蛊毒射线屠杀剑会弟子。刘演一旦离开碧山阁，就需要少剑主前去拦截，不能让他参与正面战场，也不能让他回来，这样我才有机会救出钟姑娘。所以，少剑主要以身饲虎。唐丽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各剑主都在交战，你却选择了这条道路。少剑主御敌，你也无动于衷。你不会是想趁此乱局削弱双方实力，最后像一阙阴阳那样
把所有人都杀光吧。青尸骨，这东西若是钻进了你的脑子，想要再取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余代城主，唐某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是一缺阴阳。走吧。后退。唐丽慈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杀出重围之后，还有见过什么其他的人？余代城主，这就是你隐瞒的事情。动静这么大，这里果然有问题。楼主，每次来你这儿我都很不爽。官城寒水，只有鬼斧生才会做这么累赘无聊的东西。只要你能做出我想要的东西，如尘地尽你吧。楼主要的东西已经差不多，再等我点时间。等班主允诺的坠天石碎片到了，我巧遇乾坤手里便会出现真正的神迹。颠倒梦想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什么颠了个倒？这坏人到底要做什么怪东西？来客人了。要我亲自拖住刘演，给你争取营救的时间。我和刘演这一局，争的就是先机。唐某有十足的把握，请少剑主尽管放心，依计行事便可。少剑主，好久不见。刘大夫，多亏有你出现，这里的百姓才不至于无人医治啊。赵某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，竟没看出来你是风流殿之主啊！哼，看来少某此番让公子纡尊降贵，亲自一会也是荣幸。敢问公子，你身为周地楼后人，何故步入歧途，行此大恶？剑主莫要拖延时间，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且看是唐丽慈先来救你，还是剑主先行战死呢？原来替刘演守关的是于剑吧？少剑主已经对上刘演，要速战速决。
先去救钟姑娘。快！若风黑火，月灼气势。赤日阳10连绽放。不人不鬼，何必苟活？不要告诉我，玉落宫一战，你真的信了他的伪装？做坏事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和剑芒城的100年基业成为你错信的代价。唐丽慈，你果然是个怪物。于其凤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当然可以杀我。今日你将剑辉困死于此地，明日再杀进剑芒城，杀进碧落宫。整个江湖杀得血流成河！然后放出关押在茶花岛的追随者，他们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赢回一阙阴阳，顺生逆死，就像10余年前一样。哼！他说的畜生！你既然是这么想的，那我就帮你圆梦。阴阳，你果然是一阙阴阳。碧落宫、剑辉都是你以退为进的借口吗？福儿啊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你这就杀了一阙阴阳，以祭奠你牺牲的壮举。看到了吗？是他一直在利用你。八戒，唐丽慈，八戒，你为什么要拔剑？你相信一阙阴阳，却不信你父亲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父亲。去死吧！还是做仇人，不做父子。一起用事险些坏事。这声音，阁下如何称呼？鬼牡丹。对不起。
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与戚风拖延太久，我先去救钟姑娘。不知道唐公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小石，小石，你没事吧？玉肯，师傅，有危险！此阵已开，所及之处，皆为我武境施展之地。画地为牢，自困囚笼。刘演平日里就是这样自怨自艾的吗？尊主命我拖延唐公子片刻，凭着牢笼和迷烟，就想困住我。唐公子，可别小瞧了这囚笼。公子一旦离开了这个囚笼，这位钟姑娘可就危险了。除此之外，尊主还为我留下了一个东西。此物名为水中花月镜，不仅可以将你们行动一览无余，还能让你们观赏风流店如何屠戮中原剑会。不过唐公子、钟女侠大可放心，你们所在之处非常安全，只需等他们都死光了，再出来为他们收尸即可。钟姑娘，你撑住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无我即无相，你看到笼中的我，本就是虚妄。唐公子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就算练一辈子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，不想活了。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而救赎。你就是他们说的怪物。花无言，跟我来。我需要你这被世人厌恶的力量，对我来说却是无价值的。帮助我，用你这怪物的力量，帮我杀掉怪物。所以我活着就没有想活不想，我活着都是为了尊主。剑无声万花花。
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人界归一，验证轮回镜，青莲命，白水银，平川无照，剑之名。可看一生爱如草，永不削减负恩情。为人然，复为人；恩师亦然，复恩师。空行碌碌折叶鹰，无奈人生皆落雪。归去，归去，归去，起身自清。绿水三千剑。牡丹楼的一草一木都由我亲手浇灌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。这辈子能为尊主赢下唐丽慈一次，自又何惜？天魔解体大法！你命里清源淡物，钱财两空，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得拼了命去争取，才有一丝可能。只要错过一个机会，全盘皆输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而钟姑娘还在粉饰太平。但如果我是你摊上的这种，我就安心的做个普通弟子，还争什么呢？如果我非要争，钟姑娘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？我要成为主宰命运的人。哦。
青尸骨，这东西若是钻进了你的脑子，想要再取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唐一子，八戒，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到底什么是真？不是让你原地等接应吗？你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愣着干嘛？跟我来。少监主，看来你是撑不倒唐公子了。谁说我身子骨不行了？少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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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少监主，多了你们几个也一样。有种你放马过来！这是血。这是花无言的血，他死了，但他的死会给你们带来一份大礼。唐丽子留的阵眼标记。找眼睛，快！好。老伯，你的解药丸不起作用了。我哪知道，这玩意儿它还能变异呢。加油，成都！牡丹楼于我而言不够浮云，舍弃又何妨？你们这群蝼蚁，一个都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！若我把太和剑的力量全部释放，肯定可以解决流言。既然局面无法扭转，起码要让这魔头陪葬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。看黑夜而开明，为天宇而有序，应山川而维护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碧落宫重归洛水，幸得唐克尊相助。若江湖有难，碧落宫可借九霄雷云之法，铸剑会出奇制胜。婉玉公主，拜托你了。毒蔓四起，丧天之德。无似星辰者，婉玉月旦。诚以长兄之武，抚借天地之灵。围攻开道，降临萧恶。
击剑！刘岩，这一仗你已然落败。牡丹楼你可以舍弃，战友你可以舍弃，方舟所传之正道你也轻易舍弃，但我却绝不会舍弃剑会中任何一名弟子。我以太阿神剑为誓，是要保全所有弟子的性命，更要亲手斩下你这魔头之首，即便为此粉身碎骨，为正义而战。何惧之有？若是在其他地方，恐怕会有命丧此招之下。但我能将你们诱入此地，自然不能毫无准备。这正是我为太阿剑准备的冰花馆，和3人之力专等击剑的那一刻将你控制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少剑主，世间若有好奇，方舟何至殒命？少剑主，师父。师父，春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刘琰，花无言因你而死，像这样无谓的牺牲，你还要重复多少次？这句话应该送给你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春儿，春儿，春儿。除了这样拙劣的挑拨，你还会什么？拙劣？能比你在碧螺宫骗我的话更拙劣吗？我去过周地楼，那里分明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将你擒住，再与你说清楚。无害的人去欺骗，相信你鬼话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你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办到，这中原剑会，就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毁。教门主，所有蛊虫都攻向了唐公子那边。以唐公子命令行事。通知宴营点火。刘琰，你将所有后手都用来袭击我，就已经花光了手中的底牌。收官时刻已到，这就是我的加倍奉还。唐离慈，牡丹楼送你了。这样下次再见时，你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呢？好，好。
堂堂主、女侠钟春晴，这一切都是他给你的赏赐，没有一样的真正的属于你自己，所以你拼了命都要维护他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觉得我毫无价值，那你何必多费口舌，杀了我便是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死伤了不少弟兄，也怪钟师姐太想立功，不听指挥擅自行动。别这么说嘛，这本来就是要攻打风流殿，早打晚打都是，这说被人听到多不好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谁？钟姑娘，是我。唐公子呢？我师父呢？他们在万花殿说话。你怎么起来了？要多多休息啊。钟姑娘，受苦了。没事了。在沿线的时候，阿谁也被关押折磨过，是钟姑娘救了我。那种绝望，真的很难受。幸好，我们现在都平安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昏迷的时候，唐公子来检查过你的伤势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这是他给的药，只要按时服用，很快就会养好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阿谁。蒋建主，你来负责安排守卫巡山，警戒好云山四周。至于给各堂派发药材、照顾伤员，就由季建主负责。吾等尽力而为。唐公子，先前对你有诸多误会，蒋某惭愧。这一次牡丹楼之战，唐某理解，蒋建主不必放在心上。忍着点儿，咱俩在这儿吐血就难看了。谢会人员复杂，如今各堂同心，实在难得。此番多谢婉玉公主相助啊！要不是公主，剑会的损失恐怕会更大。既是同盟，相助本就应该。可惜没能将他们彻底铲除，搜遍了牡丹楼也没有找到刘琰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线索。不过能炸掉整个牡丹楼据点，逼得刘琰弃掉老巢，人心振奋，也不算完全没有收获吧。是啊，只是朴珠先生依旧没有消息啊，不知他还是否平安呢？此番牡丹楼之战，西方桃也未现身。他和朴珠先生，要么还在继续鏖战，要么已经和解。虽然到现在还未找到朴珠先生，但在唐某看来，他与西方桃应该都还活着。打这么大的架，为什么没人叫我啊？啊？
我叫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可不得了！我跟你讲，还好我去了。回去再说。唐某先行告辞。哦，走。哎，我这一路上的经历啊，只能用传奇2个字来形容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水里游的海里爬的，我都给你经历过了。只能说吧，我脑子比较好，能活着回来给你汇报。你猜我去落魄13楼碰见谁了？巧艺乾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跟着我了？不是，你不是在打牡丹楼吗？方平斋一向异想天开，这世间愿意跟他一样白日做梦的，怕是只有同样疯狂的巧艺乾坤了。不管是方平斋还是巧艺乾坤，他们2人于风流店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个外援，而藏在背后指使一切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有道理啊，那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带巧艺乾坤去的？一个孩子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天转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艺乾坤好像刚从什么地方匆忙赶来，后来我跟去13楼听见他们谈话，他们谈的事情虽然我没听懂，但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事，什么神迹，什么颠了个倒、逆天转命的。还有啊，那孩子能让巧艺乾坤如此重视，确实蹊跷。但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方平斋就是个疯子。刘演背后确实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被人操控还自以为是的傻子。于少侠。哦，我有事想与唐公子单独说。你们之间什么时候这般好了？还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？哎，行，你们谈，我去吃饭了。阿谁烧了菜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于少侠找唐某何事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揭穿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在秀玉牡丹楼刺伤你的事，我恨你利用剑王城，更是一直在怀疑你。我想报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也会想要报仇。江湖人，报仇不分对错。唐离辞，你如此一次次卖给一个仇人恩情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这江湖上，唐某的仇人多如过江之鲫，我为何要卖一个仇人恩情？你如果心意坚定，一心想要报仇，又为何会在刺完那一剑之后，没有其他动作？又为何不跟着于气凤一同加入风流殿，反而回到这中原剑会来？于少侠，你这一剑，对唐某而言无关紧要。燕皇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日在剑王城，幸得此剑，方能将毒物镇压在500丈内，剑王城才不至于被全毁。你实在不必将这恩情记在唐某头上。只是，你若不能将此剑开封，现在的你，就连说原谅唐某的资格都没有。